湖南一所武校在上世纪30年代举办了一场面向全省的武术大赛。令人唏嘘的是，此次比赛当中，几名学了半年拳击的学生居然打败了整个湖南武术界。其实最一开始，人们并没有将这些学习拳击的学生放在眼里，因为当时人们仍认为中国的传统武术是最有实力的格斗技术，在武校学习传统武术的学生被寄予厚望。但是当比赛开始之后，事情却向着不可控的地方发展。几名练习拳击的学员百战百胜，没有人能在他们的拳斗下撑过3个回合，就连被寄予厚望的中国武术尖子生都纷纷落败。这时人们才开始研究拳击技术，当时这些学生才仅仅练习了半年摔跤，根本就没有参加过正规比赛，但是却轻易取得了此次全省武术大赛的前3名。得知这一消息之后，湖南地区的武术家纷纷找上门来，要求和这几名练习拳击的学生公平比试。原以为有这些武术大家的参与可以为中国武术一雪前耻，但更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。不管前来挑战的是谁，几名拳击生都可以轻松将其击败。一时间，青年拳击学生单挑湖南武术界的新闻铺天盖地的传开。人们在感慨传统武术落寞的时候，也开始思考，所谓国粹的传统武术到底还有没有救？此次湖南拳击学生在武术大赛中摘得头彩的事情，也使得人们对于传统武术的看法划分成了2个不同的阵营。一部分人认为，既然那些所谓的大师都没有办法战胜拳击手，可以看出传统武术在实践方面的作用根本就比不过拳击格斗，所以传统武术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。持有这种想法的大多都是对武术的认识浅薄，仅仅着眼于武术的败绩。但是也有一部分人选择相信传统武术，这些人认为，虽然传统武术的大师不敌拳击学生，但是这不能说明传统武术没有存在的合理性。首先，拳击比赛的规则和传统武术比赛的规则不同，拳击比赛当中的很多规定限制了武术的发挥，这也使得2方在比试之前就已经出现了端倪，并且湖南地区的那些所谓大师也不能代表整个中国武术界。在中国还是有很多人真正领悟到了传统武术的精髓，但是这些人从来不屑于去擂台上和别人争抢荣誉，他们在练武的时候也注重修炼自己的身心，知道传统武术的真正目的并不是与人厮打，而是享受修炼的过程。因此被拳击手打败的人只是对中国武术皮毛有浅薄了解的门外汉。如果单单从暴力程度来看待传统武术和拳击技术的话，传统武术确实略逊一筹。拳击比赛当中，双方之所以佩戴拳击手套，就是为了将自己的拳头力量放大，可以做到一击必杀。我们在观看拳击比赛的时候，经常能看到一拳将人打至昏厥，不少人都认为这种情况并不属实，但实际上拳击手在出拳的时候，会将自己全身所有的力量统统集中在自己挥出去的拳头上，使得自己的攻击有着惊人的破坏力。中国的传统武术在进行比试的时候不会使用杀招，因为古人讲求点到为止，不会做出威胁对手生命安全的事情，除非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，决定用武术比试来一决生死。尽管是这样，双方在比试之前还需要找到担保人签订生死状，一旦比试双方因为比试不幸死去，其对手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。所以古代武术比试时轻易不会出现杀招，如果出现杀招，就证明这场比试的意义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切磋，而是有关生死的大战。本质和规则不同的中国武术和拳击放在一起比试，传统武术自然吃亏，所以不能通过这件事就否定中国武术。湖南年轻拳击手横扫湖北武林界这件事发生之后的第2年，湖南又一次举办了面向全省的武术大赛。在这次比赛当中变更了一些规则，而此次比赛的结果却令人欣慰。因为学习中国古代武术的学员成功为武术证明，取得了空前绝后的好成绩，所以擂台比试的结果不能当作评价中国传统武术是否适用的标准。毕竟传统武术在中国传承了上千年，古人也一直在为传统武术的兴旺发展做出努力。作为晚辈，我们自然不能如此轻易地否定代表中华文化的传统武术，所以不妨给传统武术一些时间，默默等待传统武术重新崛起，惊艳世界的那一天。